俄军的入侵导致如今的乌克兰土地早已变成雷区，双方都在用廉价的地雷来阻止对方坦克、装甲车人员的进攻。为了清除地雷，乌俄双方也是手段尽出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乌军无人载具屡立奇功，近期曝光了一段乌军士兵操控遥控车清除俄军地雷区的影片。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，履带遥控车牵引一条装满炸药的软管向地雷区驶去。附文也着重称赞了这种做法。除此之外，乌军无人机在战场上也是屡立战果。德国技术公司量子系统宣布，将另外捐赠100架该公司生产不同配置的3位一体侦察无人机，协助乌克兰用于战损评估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乌俄双方在战场上的布雷和排雷手段，以及以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弹药集群战术的作用和价值。地雷的埋设是可逆转的，只需人工将其挖出就可清除，但也不要觉得这样就万事大吉了。毕竟地雷的埋设是没有规律、完全随机的。这样埋设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防止敌军轻易找出规律进行排雷。就像乌军的布雷方式，为了快速布设雷区，其大多是通过武器系统进行布设，而非速度缓慢的人工布设。且为了方便，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1万枚可由155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的特殊炮弹。这种炮弹在落地前能够将内部容纳的地雷分布到一定范围内，但是想要达到网络流传视频中一步炸一辆俄军坦克的程度，仅靠特殊炮弹是远远不够的。乌军可能还使用了美国的 M136 火山布雷车，或者是波兰的 BAO-BABK 自动化布雷系统。前者火山系统是美军在上世纪80年代开发的一种自动化快速布雷系统，既可以搭配传统的 M977 重型卡车底盘，也可以挂载于黑鹰直升机上使用。布雷速度最快时，可在4分钟内布设一个宽度达到1公里、密度达 0.72 颗每平方米的反坦克雷场。如果使用直升机，速度更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火山系统的地雷是可以设置4小时至15天自爆时限的，从而避免了误伤己方部队的情况。后者 BAO-BABK 是一种车载式自动化快速布雷系统，虽与 M136 火山和俄军的耕作远程布雷系统功能相近，但它更先进和智能。其包含有6个地雷发射装置，每个发射装置能够携带多达20个预装地雷弹匣，每个弹匣又可容纳5枚反坦克地雷，这样每个发射器单元的总容量为100枚地雷。发射的地雷类型有顺发的 MN123.1 和研爆的 MN123.2 两种，可以适配不同的作战任务。MN123 系列反坦克地雷干的就是有效穿透装甲车的活儿。这种地雷的两面均配有巨能装药弹头，拥有高达60毫米的穿甲能力，几乎能击穿目前全球所有主战坦克的底部装甲。同时结合3个独立的安全功能和可编程的自毁程序，极大限度减少了意外爆炸和误伤的可能。在自动化布设过程中，其有手动和自动2种模式。在自动模式下，车载计算机会计算出最佳答案，并通过通信系统与指挥车共享，实现精确高效的创建雷区。据悉，其能够在不到22分钟内建立长达1800米的强大雷区。系统的战斗权重31700公斤，最大公路速度85公里每小时，越野续航里程约580公里，可在多种地形和条件下作战，非常适合现代军事行动。而俄军布雷方式同样如此，除了人工就是有专门的布雷系统，目前最著名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耕作远程布雷系统。它2021年才投入使用，是俄军在乌克兰部署的最新一代远程布雷系统。据俄军数据介绍，其用的是卡马兹6560型 8×8 军用卡车底盘，配有2组25个122毫米发射器，能发射反坦克地雷或人员杀伤地雷，只需几分钟就能覆盖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区域，射程在5到15公里。虽然比不上 BAO-BABK， 但它的主特征也是智能性，如地雷可以通过编程设置来针对特定类型的目标，又或是该系统的传感器，还可以监测友军，以及地雷配有定时自毁系统，可防止地雷误炸友军。
该系统俄军在2022年就已经投入入侵乌克兰行动中，但其突出表现还是在2023年6月迟滞了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弗列梅夫斯基突出部的反攻。除此之外，俄军的龙卷风多管火箭炮系统也可以用于布雷。它发射的 9M55K4 火箭弹可同时携带25枚带有电子非接触引信的 PTM3 反坦克地雷，射程可达70公里。布射过程是火箭弹在下降时会向地面散布反坦克地雷，从而形成装甲车辆无法通过的雷场。仅一次起射便可覆盖约 0.4 平方公里的面积，地雷之间的距离通常不超过13到15米。至于近程地雷的布射，俄军会交由 B 师布雷车执行，它比耕作和龙卷风更具机动性，所以通常会出现在前线。总之，乌俄双方布射的地雷充满了随机性，无形中也给己方反攻时的排雷工作带来了麻烦。有消息表示，如今乌克兰战场的雷区十分难清理，乌俄双方的地雷均有多个触发器和防排装置。如乌俄双方杀伤人员地雷在由震动传感器启动的同时，也会由电线引爆紧邻的地雷来扩大杀伤范围。而火力军印象最深的是被俄罗斯国防部反复拿出来宣传洗脑的影片，即2023年6月乌军反攻第一阶段，多辆豹2坦克和10余辆美制 M2 步战车在扎波罗热战线触雷瘫痪，被俄军卡52武装直升机和远程炮火当成了活靶子。也自此之后，乌军吸取了教训，开始采取措施改善战场排雷工作，动用多种排雷系统来加强战场扫雷。如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推进过程中使用的 M58 远程排雷系统，其实际上与苏联的 UR77 陨石类似，整个系统可放置在单轴或双轴拖车中，可以使用各种装甲车进行牵引。其使用的火箭抛射排雷索长107米，装有约790公斤 C4 炸药，引爆后可清理出长100米、宽8米的通道。如果雷区面积过大， M58 可以重复进行排雷作业，然后再利用机械扫雷车清理通道。而除了 M58 排雷系统外，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装有扫雷笛的史崔克轮式装甲车和破障弹药。据悉，乌军第33机械化旅和第47突击旅的战斗工兵就曾向俄军雷区发射带有扫雷直列装药火箭，凭借高能炸药索在俄军雷区和其他障碍物中间炸出一条通道。此外，乌军排雷还使用了基于豹式坦克底盘的欧洲野牛1型扫雷车、加装扫雷笛的豹 2R 扫雷车以及自制扫雷车。和前面提到的 UR77 陨石排雷系统等等，俄军状况也差不多。受乌军地雷的阻击，不得不推上诸多扫雷车进行清障。如曾使用 BMR-3MA 装甲扫雷车视频做宣传的 Brock Hawk 1扫雷机器人，该设备相对特殊，采用了 T90 的底盘，可开通 4.5 米通道。但说到底，就只是在 BMR-3MA 装甲扫雷车基础上增加了遥控和观瞄设备。要说有什么特征，就是车辆前后均有装甲保护的摄像头。如在观察窗前部，其安装一个前身框架，有3个被装甲保护的摄像头，车辆后部则有一个摄像机支架，可获得车辆4周视野。然后就是在装甲舱室上方增设有很多天线，与一个抬高的观瞄装置，一方面是可以提高通行的抗干扰，加强遥控距离，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清楚看到爆炸物，从而避免触碰。在扫雷方面，其和 BMR-3MA 几乎是一样的，车体前部均有用于安装各类型扫雷具的紧固件，如可以安装 TMTS 扫雷具。该扫雷具重13吨，带有2排巨大的扫雷滚，按前8后6排布，两侧都装有刀片，能够切断控制爆炸的导线。此外，在扫雷具前部还可以安装3层榴弹，直接引爆地雷。总之 ，TMTS 扫雷具可以在压发地雷雷场中形成宽度为 3.9 米的连续安全通道，扫雷效率达到 95%， 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只需30秒就可以卸掉。至于为什么不全部采用成本更低的人工排雷，这是因为从排雷的原理上讲，工兵就是通过探测器检测地表附近的金属含量，来推测有没有地雷。然而，一些地区的土壤里本来就含有铁、铝等金属，导致原本没有雷却出现误爆的情况，甚至是一些地区的植物稍微长得茂盛一些，就有可能导致地雷没有被检测到，经常会出现遗漏、误炸现象，而且速度缓慢。
采用专用车辆和在坦克装甲车上配备防雷组件的方法，简单粗暴，效率极高。当然，受制于车辆机动性和体积的原因，其很容易成为打击目标。加上乌克兰境内埋设的地雷区域实在过于庞大。2023年3月份时，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曾表示，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5到7年的时间，才能排除乌克兰境内的所有地雷。可见，想要彻底清除乌克兰境内雷场，困难程度可想而知。更何况，今后随着智能化地雷的应用，难度只会更大。智能地雷同样是一种针对地面目标的防御性被动性武器，如美国大黄蜂 M93 广域防坦克地雷，其总质量 15.9 公斤，布设后会展开8条稳定支腿，1个传感器阵列，其中传感器阵列能探测到600米范围内的目标信息。只要目标达到距离地雷100以内时，地雷就会发射子弹药至目标上空。子弹药上的红外探测器在飞行过程中会向下搜索目标，当发现目标并进行识别定位后，就会引爆子弹药上的战斗部，形成自断弹丸，自上而下攻击目标。且该地雷可用遥控方法使其进入战斗状态或解除战斗状态，也能定时自毁，十分智能。当然，无论地雷怎么变，怎么智能，火力军这儿一直都是把它划分到低成本弹药作战序列里的，其都是通过大规模集群部署创造出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，在局部战场实现高效的饱和式攻击，来摧毁对手的重要节点。只是相对于无人机、火箭弹的切合，地雷属于被动防御型，但阻敌效果还是非常强的。如第聂伯河左岸，乌军大规模动用无人机，多次击退俄军反扑，稳稳守住了克林基桥头堡。又或是2023年10月7日，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的5000多枚火箭弹突袭，就凸显出低成本弹药对传统作战力量的影响，以及在现代战争中的战术和战略价值。接下来，我们以最具代表的无人机为例，来看看低成本弹药集群所体现出的战术与战略价值。低成本弹药集群战术，其价值在对敌方目标进行饱和攻击中体现出高效突防性。无人机蜂群战术的应用，可有效突破敌军防空体系，造成大面积杀伤和破坏效果的。如乌军多次远距离空袭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，如机场、港口军舰等，又或是哈马斯的火箭弹攻击，充分利用了其数量优势和进攻的突然性，即便是以色列3层防空反导体系也没能招架住。其次，体现在消耗作战上。什么叫低成本弹药集群战术？主打的就是省钱、易制作，且针对敌军高价值目标和弹药库，在降低敌军持续作战能力的同时，实现消耗作战。这也是为什么乌军总是用无人机朝着俄军弹药库、机场等目标轰炸的原因之一。而放在巴以冲突上，哈马斯用火箭弹攻击，就迫使以色列动用大量的反导导弹进行拦截，而这些导弹的成本远高于哈马斯的火箭弹。这样的非对称消耗会给以色列造成经济压力，幸好以色列底蕴够强，打垮了哈马斯。最后一个战术价值属于心理上震慑，无人机、导弹成群出现实施打击，带来的视觉效果十分震撼。或是用无人机、导弹连续不断打击敌军目标，都可以严重打击敌军士气。如乌军在克林基的无人机蜂群作战，或是持续不多对俄本土实施远距离打击，起到的效果皆是如此。属于低成本的进攻手段，在战略方面基本也会是如此，就是利用低成本武器去对抗那些高成本武器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如乌俄、哈马斯与以色列、英美联军与也门胡塞等等。至于低成本弹药集群战术的作战效能，这主要看其智能化程度。像无人机，无论是单架执行还是多架协同，甚至是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，都需要不低的智能水平。想来未来战场会涌现出大量的低成本武器。好了，关于乌俄双方在战场上的布雷和排雷手段，以及低成本弹药集群的应用和价值，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